天宫神技，天宫神技！陆爱卿，这上月奏报的日行千里之神机！陛下，此乃蒸汽机。有臣在，不出3年，大景的土地上必将跑满钢铁巨兽，轰九州，连四海，千里之遥，如在护庭。传令。 全舰起航！凡大景商船所至，海疆万里，皆为我朝翻庇。敢犯我大景天威，劫掠我子民者，虽远必诛。我曾是21世纪的机械工程师，指尖能绘出万吨巨轮的图纸，能算出最精准的齿轮公差。一朝穿越，竟落在这连铁钉都要手工锻打的大景王朝。凭一纸图纸，在这乱世封王拜相，很难吗？ 本以为不难，可谁能想到，开局就是死局。陆晨，别在那儿鬼画符了，精煤1两都不会卖给你，7天交不出300件军屯农具，我看你拿什么赔？魏成海，精煤你留着，我陆晨有这废渣就够了。这新来的陆小丽疯了吧？魏老板把精煤全断了。 他捡废渣能炼铁？7天交不出军屯工具，他那漏雨孤房和神机面券就得被收走抵债。这不是废渣。陆晨，别画了，精煤1两都不卖给你，这是退贡文书。7天后交不出300件新农具，你拿命赔违约金。魏老板，精煤你留着，这洗煤剩下的焦煤我全包了。焦煤那玩意儿烧起来毒气熏天，你想炸炉子？毒气是因为炉宗风道不对。 给我7天，我用这废渣炼出熟铁。陆小冠，这渣子连火都生不着啊！这废渣我要了。好，7天炸了炉子，我让赵侍郎封你的库房。陆小义，赵侍郎有令，魏老板说你要用废渣炼铁，怕炸炉子连累工部。这库房和神机案卷先封存。离7天期限还有6天，凭什么提前封？赵侍郎说了，不见熟铁出炉牌，你再闹，连你这身皮也扒了。没炉牌，咱连火都生不起来。赵侍郎这是要绝你的后路啊！他不给炉牌，是怕炸炉担责。老马，你看这水迹，炉也一样，封到错位才会聚毒气。咱们不用关炉，用这库房角落的废砖，自己盘个小型试验炉。赵大人，那小子想用废渣炼铁，简直是胡闹！我已经把生铁业额全扣了，他拿什么交300件农具？魏老板。 工部是求稳妥，只要他不炸炉子，不连累本官的乌纱帽，随他折腾。但生铁业额确实不能批。没生铁月额，老马，去把神机营报废的旧车轴找出来。那可是军需废料，私自挪用要下狱的。出了事我顶着，去把旧车轴弄来。我要用废铁打第1批新农具。神机营报废的旧车轴弄来了，还有你要的窑底旧契约，废渣都是吊的，没偷官煤。车轴退锈。 废砖垒紧，老马把焦煤填进去。赵大人，您看，他用废砖盘炉子，还想烧废纸。陆晨，本官封的是案卷木箱，谁让你私自盘炉生火的？大人，废渣是窑底不要的，有旧契约作证，没动官煤。赵大人，这不是废渣，是洗煤后的焦煤，风道我改过了，温度比精煤高，绝不聚毒气。 大言不惭，炸了炉子，你赔得起吗？不见熟铁，不出炉牌，你这野路子炉子，炸了连累工部，谁担责？贴封炉条，没等官手令，敢撕条子生火，直接下狱。大人，火都没点，你怎么知道会炸？陆小叶，等死吧！官炉不让生火，这焦煤没法验，300件农具全得黄。官炉不让点。 民间商号的炉子他管不着。老马，沈家商号的少东家在哪儿？工部的小丽跑来民间商号借炉子借钱，赵侍郎封了你的炉子，我凭什么替你背锅？这不是废渣，是焦煤。借我沈家后院的小炉子，再借50两买铁。7天后的300件农具订单，利润分你30%。空口白牙，没见着熟铁，我1分钱不掏。温度够了，出铁水了。这火色真比精煤还旺。 沈老板，眼见为实，50两，现在给。沈少东家，魏老板发话了，沈家要是借钱给这姓陆的，明天起魏家断掉沈家所有精煤和熟铁供应。魏掌柜，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断供可是坏规矩的。
哼，他拿废招糊弄工部，沈家跟着掺和，就是跟皇商过不去。您自己掂量。3天内我要看到第一批新农具下田，看不见，剩下的钱你别想，炉子我也收回。25两买熟铁都不够，我看你拿什么交300件工具？谁说要买你的熟铁？老马，走，去旧料厂。陆爷，这全是锈透的废铁，25两买回去当破烂啊！焦煤温度够，废铁回炉去锈，重新锻打。按我画的图纸，离回加厚，离床改弧度。这就是你说的新农具，一碰硬土就断，我拿什么给你投钱？沈老板，看那边。老马，走2圈。真行啊！300件农具，利润分我3成，签字吧。这饼看着挺硬。饼是我的，合同放下，印泥我自己干。农具先停停。陆晨，神机营的火铳击扩崩了，官方说修不了，只能换整件。韩校尉，我们正签农具合同呢。3天内修不好这批配件，军法处置。你那个漏雨库房和神机暗钻，直接查封。官方修不了，是因为他们孔卫打偏了1厘，给我2天。你这小吏懂什么？这机过是精铁铸的，官房都不敢硬拆。看削针孔，这孔位偏了快1厘，难怪击发会卡壳。可这得用官方的金刚钻重新打，没3天打不出来。这孔怎么了？不用3天，给我2天，我拿废铁给你车一个出来。陆爷，官方的金刚钻被魏家借走了，咱们拿什么打孔？手工错，1厘的偏差根本找不准啊！手工不行，就上车床，把这旧车轴架起来，做个手摇钻台。陆晨，赵侍郎发话了，神机营的配件事关重大，你私拆残件，万一炸膛谁担责？这库房先贴封条，残件交回官房。官方修不好，孔位偏了1厘，他们只会换整件，浪费生铁。你敢拦工部办差？你回去告诉赵侍郎，2天后我交出的配件比官方的新件还准，要是差1厘，我陆晨自己摘了这身官皮。陆爷，你别画了，车床主轴得用好熟铁，咱们库房连块铁片都没了。去工部料房里。赵侍郎发话了，神机营配件风险大，没批文1两封铁都不给。陆小丽，魏家库房有上好的熟铁，价钱翻3倍，现结。不买，2天后交不出配件，你这身官皮就扒了，库房也得封。翻3倍，你留着生锈吧。这些废铁杂质太多，做主轴一转就断。这根旧车轴是当年官办煤窑留下的好钢，韧度够。这车轴是我们魏家矿上淘汰的，掌柜说了，不卖给你们。废料厂规矩，先到先得。老马，扛走。料厂管是盖印的包场器，这片废铁堆魏家全包了。陆小官，您别为难我，魏家出了双倍的包场费，这车轴真不能让您扛走。拿气铁包场，算你狠。老马，走。陆爷，没好钢做主轴，手摇钻台一转就断，2天期限可就剩1天半了。车轴被包了，就找别的。主轴要抗扭，还得耐磨。抗扭耐磨，官办煤窑后山废坑里有一批当年塌方报废的矿车轮，那颅骨可是掺了锰的硬铁。这轮毂的厚度刚好能车主轴，快拆！这地方偏，魏家的人应该顾不上。陆小叶，旧料厂你抢不过，跑到我魏家租的煤窑后山来偷铁，谁说是偷？这废坑早荒了，荒了也是魏家的地。伙计，把这2个偷铁的扭送有司。这是当年官办煤窑的旧契约，后山废坑根本不在你们魏家新租的红线里。看清楚了，红线到废坑外30步，这车轮是无主之物。拿来我看看。行，废坑归你，但这车轮几百斤，
没魏家的马车，我看你们怎么弄下山！走。我放这的卢恩策呢？没看见啊？是不是刚才工部书办来查封条时，顺手给拿走了？没册子寄火候，这掺猛的硬铁一烧就脆，铸轴就全废了。2天期限可只剩1天了。魏家能偷本子，偷不走我脑子里的数。先烧焦煤，温度上不来，硬铁化不开，拉风。好嘞。赵侍郎有令，世新炉必须上交卢温策核认风险。册子呢？册子丢了，数据在这儿。没官方盖印的册子就是违规私烧。熄火，跟我去见侍郎。你敢拒捕？没官方盖印就是违规。韩校尉的军令在桌上，明天交不出激发机帮，军法处置。你现在熄火，明天你去神机营顶罪。好，拿军令压我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没盖印的野路子能练出什么废铁。老马，淬火！陆爷，成了！这是声音比官方的金刚还脆，株洲有救了！上车床，切削。铁是练出来了，但你看看这页账，库房存煤对不上，少了300斤。什么意思？私烧官煤，中饱私囊。赵侍郎有令，拿下。这页纸是刚裁出来塞进去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还嘴硬？少了300斤官煤，跟我回工部大牢说去。这页纸边缘毛边是新的，切口齐平，是刚裁下来塞进去的。你根本没查账，你是在栽赃。书办大人，我这300间农具的预购合同还在这儿，你把我合伙人抓了，谁给我交货？他私烧官煤，账册上白纸黑字写着。白纸黑字，这装订线都散了，这页纸的孔跟前后页根本对不上。不仅孔对不上，前一页用的是工部喷发的熟宣，透光是匀的。这页是市面上的生宣，透光有序。我不管什么宣，赵侍郎只看账，账面对不上就是你的罪。赵侍郎发话了，给你3天时间，3天后交不清这300斤煤的去向，封库房拿人。哼！3天后也是农具最后交期，查不清账，我沈家只能撤资止损。撤不了，这墨里掺了劣等松烟，发酸。整个京城只有魏家账房为了省钱用这种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画画？真账页被他们撕了，但垫在下面的纸留下了印子。魏家自己退的煤，反咬我私烧。你这笔画线这么细，还不掉渣？煤渣参粘土烧的。工部花样商号记账，全用毛笔和软炭条。这炭笔要是量产，利润比农具高10倍。我先投500两做炭笔。不卖，配方还没定，现在做来不及，先保配件。陆爷，魏掌柜拿旧合同来了，说废渣也不让拉了。陆小丽，官办煤窑旧契写的明白，一切出产物皆由魏家统购，废渣也是产出。老马私自给你，得赔3倍违约金。废渣是洗煤洗出来的废土，不在统购名录里。我说是煤就是煤，你拿什么证明？拿这个证明。魏掌柜，有司看到这张退煤300斤的压痕，再查查你们账房买劣等松烟墨的账单，你猜赵侍郎会封我的库房，还是查你们魏家的账？好，陆晨，你等着，3天后交不出配件，看谁救你！废渣保住了，但车床还没引，明天交不出激发鸡婆，韩州卫的军法可不认压痕。所以今晚必须把首要钻台拼出来。老马，拿锯子。陆爷，这锯我拉不动啊！魏掌柜走前放了话，我要敢签废渣专供你的契约，明天就停发全矿的工钱。魏家卡你工钱，这300件农具的木柄和铁件，我全包给你们矿上。签了，矿工有饭吃，废招归我。陆晨，这外包利润是我沈家的，你拿我的钱做人情。做美梦呢！魏东家发话了，
煤窑即日起停工整顿，一粒飞渣也不许往外运。老马，你敢签？明天全矿喝西北风。停工？这公布的安全核查批文，赵侍郎怕炸炉，下令封窑核查，没解封，一粒渣都不准出矿。看见没？赵侍郎的印。陆晨，你明天交不出7发鸡婆，就等着军法处置吧。封窑不让运渣，行。老马，废渣不用运了。你认输了？今晚不拼钻台了。老马，带人把小炉子拆了，装上矿车，咱们直接推到煤窑废渣堆旁边去，就地炼铁。封窑批文在这儿，你敢在煤窑动炉子就是抗命。批文封的是窑口，这废纸堆在窑外30步的荒坡，我烧的是废纸，不是官煤。老马，生火。魏家停你工钱，我沈家商号做见证。这300件农具的外包器，利润直接结给矿工，签了废纸专供，明天全矿有饭吃。我去！陆晨，赵侍郎有令，煤窑周边严禁明火，防瓦斯炸炉。你这炉子没官方验过，马上熄火。赵侍郎怕炸炉，是怕官煤杂质多。我这焦煤洗过3遍，炉温曲线在这儿，不超红线。没官仿大印，这纸就是废纸。赵侍郎说了，不见不炸炉的铁证，这火必须灭，人必须。熟铁出炉，没炸没裂，把这铁带回去给赵侍郎看，明天激发鸡脖的料够了。火别停，今晚把料备齐，明天一早拼钻台。赵侍郎验过了，铁皮没裂，算你过关。但韩昭卫放了话，激发鸡脖孔位要是再偏1厘，直接按军法拿人。料够了，孔位就不会偏。老马，摇把。陆爷，这手摇太费劲了，转速忽快忽慢，劲道根本控不住，孔还是得偏。人力不稳，不行，得换动力。陆晨，外面暴雨，军屯天沟全堵了，救水车根本带不动。天要是淹了，你这配件修好也没用。救水车带不动。你还有心思吃饼？水都漫到田埂了。救水车是往上提水，太慢。我画个脚踏废泵，直接把积水抽排出去。老马，把脚踏板的大齿轮同时连到水泵和钻台上，脚踩的劲儿比手摇大，转速稳，孔位绝对不会偏。踩个水泵还能打铁，一机两用。拿木料来，马上改。水都漫过田埂了，你这破木头架子到底行不行？老马，踩！出水了，水退了，真能抽水。陆晨，这水泵要是能多造几台，神机营的农具小单我全给你。韩校尉，赵侍郎有令，凡是带齿轮和铁件的器械，必须官仿盖印。这水泵没印，属于民间私造，马上拆了。这是旧田的农具，算什么私造？赵侍郎说了，齿轮铁件容易改造成军械，没印就是违规。拆了水泵，军通天淹了，这几百亩绝销的账，赵侍郎担吗？我只认规矩，没官放的印，这机器今天必须砸。你要官仿验印是吧？图纸和核心件我现在就送去官仿。官仿的老匠人看一眼就能造出来，用得着你？好，我给你半天时间。官仿要是造得出这水泵，我陆晨自己把库房封了；要是造不出，这田淹了，你拿命赔。我给他半天，官仿造不出，我亲自去请赵侍郎来看。这图纸只画了外形，没标公差，活塞一拉就漏气，齿轮一咬就崩，半天根本造不出。废物！赵侍郎的文书都下了，造不出，我拿什么去封他的库房？陆晨，这水泵能卖大价钱，我出钱出商路，韩御卫出官批，你出图纸。哼，这是救军屯的利器，民间不许私卖。官方连个华塞都造不严实，官造个屁！图纸和核心件必须我说了算。官方确实造不出严丝合缝的活塞。好，书办，你在这儿盯着，我这就去请赵侍郎亲自来看看，这水泵到底该不该砸。
陆爷，坏了！帮咱们打水泵活塞和齿轮的铁匠老李，被魏掌柜用50两银子签了死契挖走了。陆小冠，老李现在是我魏家的人，没他打铁，你这水泵造不出第2台了吧？没属铁匠，产能就断了，这生意做不成。谁告诉你打活塞非得用老李？老李打的是实心铁活塞，我这张图是空心铸铁钢体。魏掌柜，你挖错人了。空心钢体用泥膜浇进就行，确实不用老李。但火铳激发击破的孔位呢？官方的金刚钻在我手里，你手工摇钻偏一离就是死罪。谁告诉你打孔非得用手摇？把水泵的大齿轮拆下来，连到这根旧车轴上。老马，踩踏板。陆爷，这木头架子带铁轴，能当钻床使？稳住！这孔位要是再偏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进刀！大人，您看，孔位分毫不差，这配件能用了。基座合格，但这台机器没官方验印，私造传动器械，还私自加工军械残件。陆晨，你绕过了工部所有流程。侍郎大人有令，没印的器械一律查封，图纸没收。官方造不出这精度，封了车床。神机营剩下的500件配件，大人拿什么交？工部的规矩不能破，没降级，没官印，这车床必须查封。如果这车床想建商号进工部代工呢？陆晨，你当工部是你家开的？民间商号进工部代工？陆晨，你当工部是你家开的？大人有令，没降级的器械一律查封。让开！封了他。神机营剩下的500件配件，你拿手搓出来。赵大人，沈家出钱出设备，工部出订单，这叫合伙做买卖，怎么就不能代工？沈老板，工部不是商号，加工军械需要降级名额，工部今年名额早满了，没名额，这机器就是黑户。大人，交期只剩3天，官方连个水泵齿轮都造不出，这500件机过要是误了军机，谁担责？那也不能让民间商后抢了官方的饭碗啊！韩校尉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没名额我批了，御史台能弹劾死我。不占名额也行，咱们官商共验。怎么个共验法？车床算沈家的，不占工部名额，但每出一个件，由官方老将当场验核盖印，出了事，沈家赔钱，我摘官皮。荒唐！让我官方老将给民间打下手验货，他要是车出来的件差1丝1毫，砸的是我官方的招牌。差1丝1毫，我当场把车床砸了。老匠人，敢不敢拿你的标准龟跟我这民间机器赌一把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共验。老将，拿你的标准龟来。哼，这是官方祖传的过纸龟，口径大1丝，通龟进不去；小1丝，纸龟卡不住。你那破木头架子，车出来的件能过这关？老规矩，过不了我砸机器，摘官皮。老马上料。进刀3里，退刀半里。陆爷，踏板踩到底了。这孔壁比官方手工错的还光。对，这精度确实够格。书办，给这台车床贴官商共验的临时牌照。老将，你亲自定印。好小子，剩下的500件机括全交给你这共验车床。另外，神机营那批农具小单也归你了。陆晨，500件机括加农具，沈家商号这把算押对了。陆小丽好手艺，但这车床转得越快，吃的熟铁和焦煤就越多。这是魏家刚拿下的京畿煤铁补运新批文，图纸卖我，或者魏家入股5成，不然明天开始，沈家的船1斤煤铁也运不进京城码头。5成干股，保你煤铁不断。不答应，明天沈家的船连块煤渣都运不进码头。图纸不卖，股也不让，慢走不送。行，陆小一骨头硬，咱们走着瞧。老马，我压在胭脂下面的那张车床齿轮废图呢？刚才学徒收拾屋子当废纸卖给街口收破烂的了。放下！这是工部军械草图。什么军械？这是我花2钱银子买的废纸。老板作证啊！是他买的。陆晨，明天码头断你的煤铁，这图纸魏家自己绑，你等着赔违约金吧。陆爷，这可是掺猛钻头的核心尺寸，让他拿走，魏家自己造出车床，咱们就全完了。陆爷，你笑啥？图纸都丢了。那张是我昨天算错东矿扔掉的废稿，
按那个尺寸打出来的钻头，一上高转速就得断在铁坯里。那咱们不怕他仿了？仿造是坑，但明天码头断没铁没熟铁，照样违约。去京郊老矿坑，魏家卡得了码头，卡不到地底下的东西。陆晨，你还在这儿跑土？市面出了仿制车床，买家拿着断钻头要沈家赔500两。把断钻头拿来。孔径大了2丝，魏家按那张废土仿的，公差算错，高转速必断。这是假货，不仅假，还会砸他们自己的招牌。拿这些去公布报案，有人伪造官商供验的临时牌照。陆爷，假货坑了魏家，可咱们没铁，明天照样回约。这破矿连个煤星都没有。谁说是破矿？这是深层焦煤，而且这矿在军屯地界，魏家的经济统运批船管不到神机营的废矿。陆小丽，这废矿10年前就挖空了，沈家的船在码头扣着，你在这刨石头交差呢？挖空的是浅层，这深层焦煤归神机营管。你的统运批文管不到军屯地界。这矿器早作废了，给我！老板，拿假的头去报案。老马，通知韩秀伟，军屯废矿重开。陆晨，没公布的炉牌，你挖出煤也是私财，赵侍郎那关你过不去。你挖出煤也是私财，赵侍郎那关你过不去。老马，带焦煤样本和旧器去神机营找韩校尉。陆爷，那您呢？我去工部给赵侍郎送个免责金。陆晨，魏家告你无牌私采军屯废矿，按律我得封矿拿人。大人，魏家仿造车床断钻头，是因为没规矩。这套标准规能让工部验收配件误差不到1丝。这东西真能免了炸炉风险？残次品进不了库，大人无需担责。批了这炉牌，我保合格率90%。准了，按军需试验发临时炉牌。工部受理了伪造牌照的案子，魏家被罚停业3天。陆晨，拿了炉牌又怎样？京畿的车队和码头全是我们魏家的签单，你的焦煤挖出来，一车也运不进工部。运不进？老马已经在矿上铺简易木轨了。魏掌柜，你的马车跑不过我的轨道车。木轨？那玩意儿承重不到300斤，我看你拿什么运几千斤焦煤？木轨不行，那就换铁轨。陆小丽，你这破木轨连300斤都吃不住，魏掌柜会发话了，就算你运到码头，我们也绝不卸货。陆爷，木轨真不行啊，几千斤焦矿，这得推到年马月。木轨吃不住，就给他穿铁鞋。陆晨，我爹下了死命令，3天内见不到焦煤进工部，沈家就撤资。而且魏家买通了码头管事，咱们的货连码头大门都进不去。不进码头，用你们沈家自己的私船，走水路直接到工部后河。私船没动力，溺水根本走不动。把这个蒸汽泵装在私船尾部，带明轮，不用纤夫，溺水也能走。这图纸能换我爹的私船？不仅能换船，还能让沈家拿下内河航运的独家生意。干不干？干！我这就去调船。老板，这批废铁我全要了，用来打铁轨。陆小贵，来晚了，魏掌柜出了双倍价钱，把这些废铁全包了，说是要拉去填坑。填坑？他这是宁可砸手里，也不让咱们造铁轨啊！他买得走废铁，买不走神机营的报废车轴。老马，带人去军屯废科厂，把那些生锈的实心车轴全拆了。那可是生铁疙瘩，煤炉子化不开啊！不化，直接上车床硬销。普通车刀不行，得用高碳钢重新打一把，加上冷去水。陆爷，这水滴答滴答的，能管用？魏家那边可等着看咱们笑话呢。这叫切刀液，降温润滑。老马，摇手柄，慢点进刀。卡住了，陆爷，刀持不住劲儿，要帮。回刀，重新对线。生铁有沙眼，避开硬点，施刀量减半。削动了，这铁轨的艇底真给削出来了。去，把削好的铁轨拿去铺。告诉沈彦秋，船盖好了没？
陆晨，弄个破轮子就想逆水行舟？后河的水闸管事跟我熟，闸门一落，你的船连工部的边儿都沾不到。水闸落了，船进不去，3天期限就真完了。进不去就不进。老马，把铁轨铺到水闸外头，咱们在水闸外面卸煤，用轨道车直接推进工部。陆爷，铁轨铺好了，可咱们没铁轮车呀。把之前断掉的旧木轨车底盘拖过来，包上铁皮，换上刚削出来的铁轮子。船进不来，铁轨也给你堵死。落闸，放巨马。陆晨，他们把路封了。这车真稳，可前面全是巨马，推不过去啊。3天期限就剩半天了，绕路根本来不及。绕什么路？老马，把车头那块斜铁板装上。这巨匠没打地桩，靠的是自重。听我口令，一起发力，推！1、2，给我拦住！快拦住！魏掌柜，这500件积货的焦煤，我自己运进去了。沈小姐，让你爹准备好银票。到了，快卸煤！哪儿？梅十郎手令，私煤一律不得入库。临时炉牌在这儿，神机营急件，延误你担得起。炉牌只管开炉，不管入库。这煤来路不明，炸了炉谁担责？魏掌柜说的对，没手续的煤，咱们不敢碰。进不去库房怎么生炉子？半天期限马上到了。不入库，就地开炉。老马，搬耐火砖，垒个简易粉烧炉。露天开炉。眼球，这就是你押宝的人，胡闹！沈老爷，您看，他连规矩都不守，这钱……爹，您看那火色，这火温是上等焦煤，好火。爹，5000两银票在这儿，这投资我投定了。不合规矩，没进库房验收不算数。谁说要等验收？第一件打出来了。 5000两到位，剩下499件，3天交得上吗？改个风罩，火温还能提2成。老马，按新图加砖。侍郎大人，您看，他连库房都不进，露天私开火炉，这要是炸了，胡闹！工部种地露天开炉，出了事谁担责？去，把火给我灭了！陆晨，没进库房验收，没侍郎手令，你露天开炉，眼里还有没有工部规矩？大人，神机营急件，进库房来不及，这反生炉稳得很。稳？你那图纸风道窄的可难，火气憋在楼膛里，马上就得炸。这风道比例不对，进气不足，确实有炸炉风险。封存图纸，立刻停炉。不对，这线被人改过。我原图画的是3寸宽，这上面被添了一笔，变成了2寸。大人，这是刚改的新图，风道4寸，带预热式。刚才第一件就是按这炉温打出来的，您摸摸这铁。图纸被动了手脚，谁动的？查墨镜就知道。大人，给我一炷香，按新图试烧1炉，炸了我自己进大牢。火怎么暗了？陆晨，一炷香还没烧完，你这炉子就撑不住了。大人您看，我就说这露天炉子不靠谱，新图纸也是瞎画，赶紧把它拿下吧。不是图纸的问题，是煤被换了，这焦煤里掺了黄泥。这根本不是我们矿的深层焦煤，这是魏家煤窑表层掺了泥的废煤。你血口喷人，煤都是按合约送的，你们自己露天放着受潮了，赖谁？这是送煤当天我亲手封存的煤样。魏掌柜，敢不敢当场砸开对一对？罐里是纯焦煤，炉子里是掺泥废煤。魏掌柜，送煤的车队是你的人，这调包的账怎么算？来人，把魏掌柜看住，查他送煤的车队和账目。
工部的急件敢在燃料上做手脚，直接移交有司严办。陆晨，你动了我，魏东家绝不会给你供1两煤1斤铁，你等死吧！嘟上嘴，押送有司。老马，清干净，换沈家送来的纯焦煤，重新点火。火温上来了，魏成海要是真断供，咱们剩下499件怎么交？先把这一炉干完，只要这反射炉不炸，赵侍郎就得给我发试验牌。有了牌子，咱们就能自己找矿。一炷香烧完，炉温稳定，尺寸分毫不法。你小子还真有本事。大人，炉子没炸，零件合格，公布的临时试验牌该给我了吧？拿好，只准在指定区域试炉，出了事我唯你是问。陆晨，神机营的配件你做得好，军屯现在缺个大磨坊，人力根本推不动。你这炉子既然能文火，能不能造个靠蒸汽推的大磨？蒸汽磨坊能造，只要生铁和煤管够，半个月我给你交一台蒸汽机。陆晨，魏成海动手了，他拿皇上的手令封了西郊码头和官道，咱们订的生铁和下一批焦煤全被扣在关卡了。扣货？他这是要卡死咱们的3天交期。西郊码头和官道全封了，没商铁没焦煤，3天后的499件机库拿什么交？他封他的官道，我拆我的废铁。老马，把库房底下那批旧矿车全拖出来。陆大人，这废铁杂质多，回炉得费不少好煤啊。好煤被扣了，就拿木炭掺着洗煤渣顶，先把这499件的料凑齐，3天后的交期绝不能开天矿。陆小丽，听说你接了军屯的蒸汽磨坊大班，巧了，我魏家刚在商会和户部报备，独家买断了蒸汽磨的商名和专营印契。魏成海，你这是恶意抢注，机器还没造出来，你凭什么霸占商名？魏老板，军屯要的是能磨面的铁疙瘩，不是要你一张纸。韩校尉，没我的专营印契，他这就是私造黑蟹，您敢收，御史台就敢参您。你抢的是个壳，我造的是心脏。大井商律管得了招牌，管不了图纸。你连气缸长啥样都不知道，拿什么跟我争？心脏，陆小师，你这心脏没我的印契就是块废铁。商会已经发话，沈家要是继续投你，明天就断了沈家在南城的布匹销路。沈小姐，魏东家手里捏着双印印契，您何必为个小意搭上沈家半年的利润？赶紧撤资！机器还没建议，你们就急着站队？韩校尉，他没印契就是私造黑蟹，您收了，御史台参您一本。看清楚了，这是赵侍郎亲手发的工部临时试验牌，指定区域试炉，合法合规。这把标准规是神机营验收过的尺寸，尺寸严丝合合。魏老板，军屯认的是这手艺，不是你那张纸。陆晨，你是个聪明人，5000两买断你这蒸汽动力机的图纸和后续所有改良，你拿钱升官，我拿图纸发财。6000两够你买10个这样的库房了。双赢。5000两买大景朝第1台动力机。魏老板，你算盘打得我在西郊都听见了。哼，陆大人，废车轮拆出来的铁杂质太多，木炭掺洗煤渣的火候烧不透啊！这第一批12件全是一敲就碎的脆铁。3天交期，废铁又烧不透，陆晨，咱们拿什么剩下400多件？火候不够，就改炉廊。老马，把鼓风机拆了，给我加2根进风管。陆大人，您砸风赏干啥？没风这炉子就死火了。旧风赏负压不够，杂质烧不透，按图加2根进风管，改双动风箱，还改炉子。魏成海断了咱们南城的布匹销量，我大伯带着账房来逼我撤资了。眼秋，魏家放了话，谁投这破库房，就断谁在南城的布匹生意。沈家资金链已经断了，你马上把这5000两撤出来止损。大小姐，这鸡拱3天交不出，咱们沈家就得跟着赔违约金，您别犯糊涂了。大伯，机器马上就成型了，现在撤资，前面的钱全打水漂。你个地等小吏，还敢跟我动手？动我的饼不行，动我的图纸更不行。老马，拉风箱。好嘞，双管进风，走起！大伯，公账的钱你撤，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私房钱，这1000两我全压他。你疯了？这破炉子能炼出好铁？温度够了，杂质能烧透。下料。陆大人，陆大人，不好了！魏成海派人把西郊所有的木炭和洗发渣全包圆了，咱们炉子里这点炭烧完就断队了。连木炭都封。陆大人，没炭了，炉子一灭，那400多件机库全得违约。谁说要买炭？老马，带人去西郊煤窑，把沟里那些没人要的煤泥和渗粉全拉回来，掺上黄泥，
用这模具砸成带孔的煤饼，没你便宜的跟白碱一样，掺了黄泥晒干，活比木炭还硬。我大伯不仅撤了公账，还跟钱庄打了交易。这1000两私房钱兑不出大票，买不了大批生铁。不买铁，城南福苑脂坊不是被地下水淹了机房吗？拿这钱去租他们的旧水泵和粗管子，咱们去赚排水的钱。用你那刚改好的蒸汽动力机去抽水？陆小叶，我这库房淹了3天了，牛拉水车根本抽不及，再泡下去纸机全废了。房主，魏东家说了，只要你把脂坊抵给魏家，这水我们派人帮你抽。至于这推破铁车的小丽自身难保，你还指望她？烧的什么破烂，一股泥腥味，就这破铜老烂铁，你还能抽水？老马，开阀门！开阀！这抽水速度顶10头牛。陆大人，这排水活我包给你，1天50两。慢着，这水沟的排水权，魏家上个月就买断了，没魏家的手令，谁敢抽水就是抢水。拔管子也没用，这福源脂坊方圆百亩的水沟，魏家都买断了。你买断的是南门水沟，老马，把管子架到北门汉渠去。陆大人，1天50两，我这就给您拿定金。慢着，房主，魏东家说了，只要你把这小姨赶走，脂坊这半年的布匹，魏家全包了，价格还高1成。看清楚了再签，交期3天，交不出赔10倍。就你这几台破手工织机，3天能织完？3天，这得雇100个熟手，日夜不停啊！魏管事，这交期根本完不成。怎么想用你那抽水的破铁疙瘩织布？线断了算谁的？老马，开阀！房主，只要我这机器3天帮你交上货，脂坊库房里的废铁和旧零件全归我。只要不违约，废铁你全拉走。就这速度，线都断了，我看你拿什么交差？轴承转速太快，熟铁件吃不住劲。老马，停机！线都崩了，我看你3天拿什么交货？转速太快，轴承过热。老马，加一组减速齿轮，但这熟铁太软，吃不住劲儿，得换好铁。陆大人，好熟铁贵呀，我这小本买卖。你库房里不是有根废旧的马车轴吗？那声音听着是好熟铁。那车轴是魏家暂存在这儿的，你敢动就是偷盗皇商财物。这明明是我3年前花50两买的，怎么成魏家的了？好铁，老马开走。我出双倍100两，这铁我买了。这车轴内侧有魏家剪料的暗记，用的是淬铁冒充熟铁。你要去有司验一验吗？你胡说！陆大人，铁是好铁，但这车轴太厚，咱们那煤饼炉子火候化不开呀。戳穿又怎样？这铁轴太厚，你们那破煤饼炉根本化不开，3天后交不出货，照样赔10倍。谁说要在这儿化？老马，装车拉回工部。工部官炉是你家开的？你想让有司查查这暗记，还是让我拉走？陆晨，户部把生铁配额压到了最低。哼，这官炉我只给你最后一次点火机会，要是温度不够或者炸炉，试验排收回，库房封存。大人放心，只要炉温够，这车轴化开，减速齿轮就能成，剩下的机库也能按时交。大人，这车轴太厚，就算用官炉，咱们之前的煤饼也差一把火啊。换配比，老马，把胶背粉、黄泥再掺2成石灰粉，重新打煤饼。加石灰，那不成烧砖了吗？石灰粉能造渣降熔点，提炉温。老马，拉风箱，点火。加这些碎石头，不怕把炉子堵了？大人看火色就行。怎么回事？要炸炉了！快封火！别动，不是炸炉，是杂质在排沙。冒黑烟了，快封火！炸了本官的乌纱帽就没了。大人退后，这是石灰在造渣。大人，火色白了，这温度够化车轴了。石灰把杂质全逼出来了，这熟铁比原来还韧。没炸炉，
铁也化开了。陆晨，你只有2天了，基果交不上，库房照样封。老马上车床，今天把剩下的499件全赶出来。赚了，真不断了！陆大人，这批布今天就能织完。织完有什么用？福源织坊的门，你们今天出不去。魏管事，契约上只说3天交货，没规定不能出门吧？魏家刚把织坊外这条街的运输地契买断了，私车过路，1车交50两过户费。50两，我这1车布才卖30两。拿路权卡交货，魏成海就这点本事？交不上货10倍赔偿。陆晨，你拿什么赔？办清楚了，青石官道及2侧水沟全是我们老狐狸的。青石官道，那墙根底下这片长草的废土坡，你买了吗？那破土坡谁要？老马，退车，咱们不走他的青石板。大人，不走大路，这土坡坑坑洼洼，独轮车推不出去啊！谁用独轮车？把木方垫平，做简易木轨，车轮外侧钉木片做轮围。这车怎么自己往前跑？摩擦力小了，一个人能推3车。走。站住！你们这是作弊！你的地契管青石板，我走我的废土坡，让开，别挡着我的轨道。陆晨，魏家告你私铺轨道侵占官地边缘，这木轨马上拆！拆了轨，看你怎么运剩下的货。赵大人，这是商会32家联名书，这废土坡我们租了，专门用来测试神机短轨。32家联名，沈小姐，这废土坡的租约原主可是魏家旁支的魏老三。赵大人明鉴，魏老三昨天已经把地收回去了，这是退契。地退了，这木轨就是违建，给我拆！退契？魏老三连字都不识几个，这字写的比账房还溜。大人，这红印儿看着有点发暗啊！大人，499件机括全车出来了，标准规卡过，没一个差的。老马，你看这印泥，大景官印用的是朱砂，遇水不化。魏家私印掺了紫草和猪油，一泡水就泛油花。这退契是魏家自己盖的假印。赵大人，朱砂印遇水不化，这退契上的印一泡就出猪油。魏老三用的是猪油印。魏掌柜，伪造退契欺瞒本官，你当工部是瞎子吗？这是底下人办错了。赵大人，就算地是他租的，他布木轨用的铆钉和铁件全是工部库房的官物，他没有物料批成啊，这是私吞官产。陆晨，你的物料批文呢？拿不出批文了吧？私吞官产，你等着掉脑袋吧！赵大人，工部库房的官制铆钉钉帽底下都有井字暗记，您看这个有吗？没有，但这也不能证明。这是城南废车厂的旧车轴回收器，商会见证，一斤废铁3000银子，账目清清楚楚。这是老马收的报废车轴回炉复打的。魏管事，你眼瞎心也瞎，伪造退契在先，诬告私吞在后，带走，交有司一律查办。陆晨，我们东家不会放过你的，码头你过不去。尺寸分毫不差，500件机括，本官签收了。这废土坡的短轨，工部准许你们继续试铺，这是试铺许可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咱们这轨算是保住。木轨承重不够，下一步必须换熟铁轨。老马，去码头把那批订好的熟铁料拉回来。大人，码头出事了，魏成海亲自出面，把咱们的铁料全扣在仓位里，说咱们欠了码头的装卸费。装卸费？魏东家，这铁料入库时才称过，怎么就超重了？码头规矩，生铁、熟铁不一样，这批熟铁密度大，按超重算，补500两装卸费。交钱放货500两，你不如直接抢。大景工部标准，1寸见方的熟铁重7两4斤，你这批料尺寸分毫不差，哪来的超重？陆大人，工部的尺子量不了码头的秤，地坝坏了，我只认账房的数，不交钱，这铁料就烂在仓位里。大人，木轨包铁皮，这第一段混合轨成了，推车省力1半。先跑轻车，蒸汽磨坊的煤车太重，这混合轨2趟木芯就得碎，必须拿回码头那批熟铁。混合轨不是长久之计，
我拿蒸汽水泵的30%利润分成，去换渭城海放行铁料。水泵是咱们下一步的现钱，分出去30%，工厂下个月连煤都买不起。那你的熟铁轨就不铺了。半个月后蒸汽磨坊交不上差，赵侍郎能扒了你的皮。沈小姐，30%利润打发叫花子呢。我要蒸汽机的全套图纸，或者你撤资。魏东家，你这仓位地势低，前几下雨地基已经往下陷了，再堆半个月熟铁，地基一塌，你旁边库房里的丝绸全得泡水。胡说八道！不信，让你账房去库房后墙看看，砖缝是不是已经渗水了？东家，后室砖缝真渗水了，旁边丝绸库房的地基也软了。沈小姐，你这合伙人嘴够毒，铁料我可以放，但这仓位地基修缮得花钱。水泵30%利润分成，换你放行铁料，外加修缮地基。契书我现写。不行，水泵是工坊下个月的命脉，分出去30%，咱们连买煤的钱都没了。不分利润，铁料拿不出来，半个月后交不上蒸汽锅房，赵侍郎能封了你的库房。图纸和利润是底线。让了一次，他下次就会要蒸汽的图纸。陆大人算得精，沈小姐，他不要利润，那铁料就继续烂着吧。陆晨，你除了你的图纸和破炉子，管过工坊的死活吗？我拿真金白银陪你赌，你连句软话都没有。软话换不来熟铁，你要是怕亏，现在撤资，剩下的我自己扛。好，陆晨，你别后悔。大人，沈小姐呢？铁料拉回来了吗？没拉回来。哎呦，那咱们这混合轨可撑不住了！刚才试了一车重煤，木芯全碎了。碎得好，老马，把碎木头全收起来，咱们去工部找赵侍郎。陆晨，你拿一堆烂木头来糊弄本官，混合轨承重不行，废土坡的试铺许可立刻收回。侍郎大人，木芯碎是因为熟铁不够，受力全压在木头上了。只要换上码头那批纯中铁，这轨道能跑1000斤重车。1000斤，军屯的粮车要是能这么运，能省1半民夫。韩校尉，你看。只要轨道铺平，重车跑起来杯水不洒。但这前提是我得拿到码头那批熟铁。哼，码头是魏家的地盘，工部不能为了你一个小吏去抢商人的货。不是抢，只要大人下一道军令，3天后试跑成功，这批铁料就是军需征用。他魏成海敢扣军需，侍郎大人，军屯等不起，这试跑我担责。陆晨，军令状给你，3天后公开试跑，杯水不洒，工部出面提铁。要是洒了一滴，你立刻卷铺盖滚出工部。一言为定。沈小姐，这可是老夫人留给您的嫁妆，真当了？当，死当！换500两现银，立刻送到废土坡工坊。陆晨，你个疯子！本小姐偏不撤资。东家，公府下了军令，3天后废土坡公开试跑，说要征用咱们的铁料。哼，军令？他陆晨连铁轨都铺不起，拿什么跑？传话下去，把仓位里的铁料全搬到内场锁起来。3天后，我要看抗旨掉脑袋。500两，我嫁妆死当换的，去买熟铁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买不到，魏成海把码头铁料全锁了，全城没散货。那这钱干嘛？3天后试跑失败，你就得滚出工部。去城南废车厂，把那些报废的旧车轴全买下来，连夜打磨铺轨。大人，这旧车轴长短不一，拼起来车跑快大了得散架呀。缝隙用废铁片垫死，铁栓砸进木头里，只要轨距准，车就散不了。陆大人用破车轴拼的轨道也敢叫熏虚？这车一开，水洒了，你趁早卷铺盖。韩校尉，发车。杯水不洒，好，陆晨拿牌子去码头提铁。慢着，赵大人，提铁先等等。这废土坡的地，还有他买旧车轴城南废车厂，都抵押在我魏家的一笔旧债里。他这是拿我的资产在试跑。赵大人看清楚，这废土坡、城南废车厂，还有陆晨办公的那间漏雨库房，10年前就全抵押给我魏家了。他这是拿我的地盘试跑。魏老板，这契约要是真的，陆晨你不仅提不了铁，司郎大人得立刻查封清点，军需等不起啊！安全不清，工部不能趟这浑水，先封库房，查清账目再说。陆小义，侍郎大人有令，库房涉嫌抵押纠纷，立刻查封。查封？我500两嫁妆买的旧车轴全在废土坡，这库房里全是图纸和案卷，封了我们拿什么查？给我半个时辰，查不清，我自己把门钉死。前任主事留下的烂账，关键页都没了，你怎么查？纸撕了，但漏水泡过的印子还在。你看这水痕，朱砂印泥颗粒大，渗得深。朱砂？魏家契书上盖的是普通黑墨印。大井户部10年前就规定，官产抵押必须用朱砂印。他拿黑印契书来收官产，这债契本身就是伪造的。
陆晨，死到临头还挣扎，有司的人马上就到，这库房你保不住。魏老板，10年前官产抵押用朱砂，你这黑印契书是拿萝卜刻的吧？胡说八道！这契书是在有司备过案，有司的刘主事跟你是旧相识。正韩校尉已经带着神机营的人去有司调原档，咱们看看原档上盖的是什么印。陆晨，别等了，有司刘主事跟我喝过茶，那原档早受潮烂了，韩直去也是白跑。烂了。有司的党库是漏雨还是漏水？韩直要是拿不回原档，这库房今天就真被封了。原档是死的，水痕是活的。你看这印泥渗开的边缘，这字都糊了，能看出什么？这不是借据的借字，是抵字。10年前不是工部借钱，是魏家欠了工部的钱。刘主事说，10年前的原档上个月被重铸了，就剩个空壳。听见没？死无对证，赵大人有令，封库吧。不用原档。魏老板，你拿的根本不是抵押借据，是抵债收据。当年你魏家供煤掺了3成差渣，欠了工部3000两罚银。这废土坡和库房是工部收来抵债的官产。你血口喷人，那印章黑墨印是因为你当年私自扣下收据，没敢去户部盖朱砂大印。韩校尉，直接去封魏家煤窑的旧账房。烧了！老李，把那些烂账烧了，出了事我保你全家。魏老板，当着神机营的面销毁账册，你想罪加一等？韩校尉，别听他的，他让我做假账出事就想让我顶罪，这是真账，里面记着他怎么拿废煤渣冒充精煤卖给工部的。陆老弟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你把账本给我，我私人补你5000两，码头那批熟铁也白送你，行不行？5000两，你拿废煤渣坑工部的钱可不止这个数。魏老板，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侍郎大人看清楚，10年前魏家欠工部3000两罚银，拿废土坡抵债。这5年，他又用废煤渣冒充精煤，多结了工部8000两煤款。好大的胆子，拿假契书骗官产，还在煤款上做假账！大人，我是一时糊涂，即交有司，依法严办。陆晨，魏城海是抓了，但有司刚下了文书，码头那批熟铁料算作魏家涉案资产，已经被贴了封表冻结了。冻结？那我们的铁轨拿什么铺？有司清点涉案资产要多久？少说3个月。3个月？军屯的蒸汽锅坊下个月就要交差。别看了，有司的封条贴了。涉案资产清点完之前，谁动就是抢夺官物。那纯铁队拿什么铺？蒸汽磨坊的配件拿什么打？下个月交不了他，违约金能把我们伤后赔穿。纯铁队铺不了，就不铺。陆大人，昨天试跑是杯水不洒，但这旧车轴毕竟老了。您看这裂纹，要是天天拉重工，不出3天准断轴。断轴就是翻车，煤撒一地，磨坊照样交不了。不断，给他上甲板。加挑片甲板是能吃劲儿，但这得用熟铁打螺栓死死咬住。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熟铁呀。码头熟铁被冻结了，市面上散铁贵的离谱，我当铺当来的500两早花光了。不用买，工部废料厂里多的是报废的旧农具和旧腿甲。陆晨，木牌是让你去提码头熟铁的，不是让你来废料厂捡破烂的。废料厂的旧铁甲都有册子，动不了。大人，码头熟铁被有司冻结3个月，下个月军屯磨坊就要交差，我用废料厂的旧铁加固临时轨，先保运输。废料出库要批文，流程走完黄花菜都凉了，出了岔子谁担责？不用批文，我立军令状，废料厂旧铁只用于临时轨加固，绝不私卖1斤。若下个月磨坊交不了单，我陆晨自请革职，永不续用。你拿自己的前程赌一堆废铁，我赌的是大井的第1条蒸汽运输线。大人，盖章吧。印我盖了，下个月磨坊交不了交，你自己去吏部交牌子。大人放心，废铁也能跑出金子来。别碰我柄，水放地上就行。老马顺着线切，打成 U 型甲板。这旧铁甲死沉，切起来费劲啊！费劲也得切，这是熟铁反复锻打的，比市面上的淬铁强。陆大人，这甲板真能吃住重灾，万一断了可是要命的。旧铁甲的韧性够，只要螺栓咬得死，它就断不了。装车，试跑。真没断，连裂纹都没扩。陆晨，你这手废铁利用绝了。韩校尉，签字吧。下个月的配件订单，神机营可不能赖账。配件没问题，但有个大麻烦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。磨坊的差你交了，但兵部刚下的死命令，海江护运船要包铁板，这厚度得抗火炮。对，废料厂的旧铁甲根本不够看，必须炼新铁。半个月后兵部来验，炼不出扛炮的铁板，你立的军令状照样生效。不行，声音发闷，一敲就掉渣，这碎铁根本扛不住火炮。杂质太多，
卢文也上不去，要练扛炮的后板，必须用好矿配焦煤，把卢文硬逼上去。好矿，西山煤铁厂倒是有一批上好的赤铁矿，但那是魏家盯了1年的肥肉。魏成海不是被有司拿了吗？人是进去了，但他进去前让掌柜签了死契。西山那批好矿，魏家掌柜拿着旧包销弃，名正言顺提走了。这不是要咱们的命吗？没好矿，半个月后拿什么交兵部的差？这是西山脚下没人要的平矿，含铁量不到30%，你拿这个炼船板。好矿被劫了，就用平矿。平矿杂质更多，炼出来全是发渣。杂质多，就加石花石造招，把炉膛改成反射炉，火不直接烧矿，用热气烤。反射炉那得重新砌炉子，半个月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也得砌。老马，去拉平矿和回石。沈老板，准备结账。沈东家，你就让我看这个，这破土炉子，还有这灰不溜秋的石头，能炼出包船的铁镉？这不是土炉子，是反射炉，火不直接烧矿，杂质全逼出来。烤，兵部要的是扛火炮的后板，你这石头含铁不到30%，烤熟了也是废渣。这炉膛是平的，火倒在顶上。加石花石造渣，平矿里的硫和磷全进渣里，出来的铁比西山好矿还纯。陈师傅，陆大人画图的规矩，工部没人比得上，您就按着铁板尺寸备龙骨吧。陆晨，工部炼铁有高炉规矩，你这奇形怪状的炉子，连个正经烟囱都没有，一旦煤气倒灌炸了炉，谁担责？大人，这是反射炉，废气从侧道走，我不管它叫什么炉，兵部半个月后验收，你拿这种没在工部备案的野路子炼铁，出了岔子，这顶乌纱帽还得给你陪葬。停工！大人。好矿被魏家劫了，废料厂的旧铁一敲就碎，不弃这炉子，半个月后兵部来验，咱们拿什么交差？拿您的乌纱帽交吗？你少拿军令状压我！我这炉子你可以烧，我告诉你，但炼建出来的铁板只能做护运船的包板，绝不允许试炮。只要铁板够厚够硬，出了事你自请革职，绝不连累工部。陆晨，平矿到了，但石怀石被卡在码头了。怎么回事？魏家掌柜拿旧包销器提走好矿后，顺手把码头的卸货批文也扣了。他说石怀石是魏家商船的压舱物，没他的签字，码头不给卸。好矿他劫了，连造渣的石头他也要卡。走，去码头。陆大人，没卸货批熟，这石头就是魏家商船的压舱物，码头规矩，压舱物不卸。压舱物。别碰我饼！谁稀罕你的破饼？您就为了这几筐石头跟人吵？就算炼出铁板那么重，包在木船上非得沉不可。这图纸我不接了。陈师傅，铁板重，但排水量大，只要龙骨吃得住，铁板越重，船越稳，火炮后坐力也压得住。嘿，还真没沉，这浮力算得准。沉了！铆钉一松，铁板进水，船照样得沉，这活干不了。陆大人，您的船沉了，我的压舱物您也别惦记了。不是浮力不对，是铆接工艺不行。魏掌柜，大井漕运规矩，商船压舱物吃水不得超过3尺，你这船吃水4尺半，压的不是石头，是私家的生铁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去请漕运衙门的验船官来量吃水线，超标扣船，货全没收，卸货。陆大人，石头是拉回来了，可这铆钉一松，铁板再厚也是漏水沉船的命。这龙骨我还是不敢背。陈师傅，冷铆钉当然会松，咱们用热铆，红铁穿孔，砸扁浇水，铁一冷就缩，死死咬住2块板。您试试掰开。嘿，真咬素了！这手艺老朽干了40年船没见过。按着尺寸备龙骨。陆晨老船匠是服了，可车床满负荷车铆钉，皮带快磨断了。更要命的是，魏掌柜刚放话，城里铁铺的熟铁条全被他买空了，咱们拿什么车铆钉？他买他的，咱们用咱们的。旧车轴和废冲管都是好熟铁，回炉一断，比外头的铁条硬得多。陆大人，不好了！魏掌柜去有司告您私卖官办废料，有司的查账官已经到街口了，要封废料厂。他这是要断我的松活。陆晨，有人告你私卖官办废料，中饱私囊，按律封炉子，查账册。陆大人，早说让你别折腾，这下炉火得灭了吧？大人，这是工部废料出库批文和真账册，旧车轴和废冲管全是残次品回炉赊销，有侍郎大人的批红，何来私卖？批文是真的，可魏掌柜交来的账页明明写着这些废料被偷卖给了民间铁铺。大人，魏掌柜交的那页账是拿魏家自己的暗账伪造的，
您对比一下这蓝皮账册里的墨迹和台价记录，做假账诬告的是他魏成海。好大的胆子！串通台价，还伪造账目诬告朝廷命官！大人，这是他们伪造的！拿下！移交有司，一律严办！陆晨，你保住废料厂又怎样？码头契约还在我魏家手里，你的铁板一块也运不出去。码头契约该重新谈判了。魏家倒了，但商会那边怕是不会轻易让出码头。魏家倒了，码头契约重新竞标，沈家出面拿下可以，但沈家要占70%干股，陆晨和那些泥腿子矿工拿点死工钱就行。不行，工匠出技术，矿工出苦力，商号出钱，必须3家共担共分。你一个工部低层小工，拿什么跟商会谈条件？没沈家出门，你的铁板一块也运不出码头。半个月期限一到，兵部拿你是问。没我的蒸汽吊架和轨道车，您拿下码头也就是个搬苦力的。沈老爷，眼光放长远点。陆大人，商会放话了，沈家没点头钱，码头一律封仓。咱们刚断好的第一批热铆梁板全被锁在里头了。我爹这是逼我妥协，他不信你的技术能赚大钱。他不给码头大门，咱们就自己开条路。老马，叫兄弟们把旧车轴全装上，铺木轨，咱们从侧面直接把铁板滑进江里。侧面是陡坡，滑下去船接得住吗？所以得加个蒸汽绞盘刹车。走，回废料厂改图纸。陆晨，我爹派了账房去废料厂断煤，说今天不签70%干股，就让你炉子灭火。让他断！老马，松掌！稳住了，船没翻。平底船吃水深，接这点铁翻不了。沈小姐，铁板下水了，你爹的码头大门，咱们不稀罕。漏水了，铁板太重，把船底压裂了。快拿撬棍把钢铆上的铁板全拆了！拆板子，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别拆，铁板没裂，是旧木龙骨没换，加了铁板吃水线变深，旧龙夹撑不住水压才渗的。旧龙骨，那这船还能下水吗？兵部验收就在后天了，换龙骨来不及。老马，去废料厂把那批废旧火冲管拉来，顺着旧龙夹打进去当铁骨。陆大人，这破铁管子能当龙骨，怎么打进去？用蒸汽脚边挂铁锤，顺着导轨砸。老马，管子对准标记，砸进去后缝隙全用桐油拌麻丝填死。陆晨，我爹派账房把废料厂的煤全锁了，反射炉快断火了，没火怎么烧试炮用的红铁弹？他锁的是商煤。老马，拿我的废料出库批文，去提那批官办废煤。他敢拦，就让有司拿他。陆晨，兵部验收铁甲船必须实弹试炮，炮弹打不穿才算过关。这旧木船加铁板，万一炮响船沉了或者炸了膛，本官可担不起这责。签了这责任册，出事你自己革职查办。哼，自签了，后天试炮，出了事我担。陆大人，官办废煤是拉来了，可沈家账房把麻袋全打破了，煤全混了泥水，湿漉漉的，反射炉根本点不着啊！煤全成泥了，拿什么烧红铁弹试炮啊？点不着湿的就把它弄干。老马，把湿煤全摊在蒸汽排气管和锅炉外壁上。摊铁管上？那得烤到什么时候？锅炉废热加上排气的高温，再拿鼓风机对着吹，半个时辰就能干够。还真让你把泥煤烤干了。陆晨，炮弹烧红了，船要是沉了，你那蓝皮责任册可救不了你。赵大人，字我签了，您就睁大眼睛看着。韩校尉，开炮吧。正中船腰！哎呦，这旧木龙骨加了铁管子，真没散架。铁板没穿，龙骨没裂，算你命大。兵部验收，铁甲护运船报！沿海急报！报！沿海水势800里加急。是不是海防出了大娄子，要追责啊？追什么责？沿海商船被海盗盯上了，水师急调铁甲船出海护航，这船救命了！
我的煤铁垄断全伪造账册，串通抬价，证据确凿，带走。陆晨，兵部验收过了，这是工部刚批的文书，朝廷准设神机新署，你任主事。那漏雨库房不用你守了。我爹让步了，码头和船队利润，沈家不再要70%。商号、矿工、工匠一家30%，剩下1成买材料造新炉，按手日吧。陆大人，咱们矿工也有份儿。没你们挖煤打铁，这船开不动。铁甲舰下了水，下一步该让王朝的陆地跑起来了。